它最大的價值不只是250瓦，不只是6個充電口，而是它已經把多協議、多設備、多場景共存這件事做得越來越成熟。對於追求桌面整潔、供電穩定和長期使用體驗的用戶來說，這台產品確實值得重點關注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今天我們這期測的是安克 Primer 桌面充 Pro 加，這是安克最新升級的250瓦桌面旗艦充電站，核心就是讓你一套設備把手機、平板、筆記本這些日常用電設備同時可以快充起來，還要更省心。這款安克 Primer 桌面充思路很明確，強調的是跨品牌多協議兼容，6個充電口同時充，再加上 APP 監控與遠程操控這套人機交互，讓你充電功率自由且隨手掌控。這一代 Pro 加，它的外觀幾乎延續了老款的設計語言，皮顯加旋鈕的桌面交互。這期視頻咱們直接開始測試，先看華為、小米的生態和快充兼容，再把蘋果的 PD、烤雞以及多口分配、文波、效率一條條的跑完，讓真實的數據告訴大家它好不好用。協議兼容測試這一段，我直接用安克的 APP 軟件，它的自定義模式，把每一個充電口的定位先設定好。C1 口設成103瓦，專門照顧100瓦筆記本和米家快充。小米私有100瓦和120瓦的速度是差不多的，我們沒有必要去死磕數字啊。同時，這個充電口 PPS 公版也可以做到全兼容手機。C2 口我設定的是67瓦，覆蓋65瓦級別筆記本，並且兼容華為和榮耀系的66瓦私有協議。C3 口直接設45瓦，主打蘋果生態，同時兼容融合快充的33瓦功率。C4 口設定成20瓦做備用快充，最後這個 A1 和 A2 口我直接設定成15瓦，用來給耳機、手錶等小設備。還有就是 APP 裡面模式非常的多。這個需要大家自己去摸索，各種各樣的配置，你想怎麼樣設置，由你自己掌握。這就是這一款充電站它的強項之處啊。接下來就是手機充電的實測啊，米家的私有協議和華為的私有協議，我們不看它的參數，我們只看證據，全程採集充電曲線，只盯3件事情：能不能穩定上檔，平台能頂多久，切檔是否乾淨。至於這個殼體的溫度的話，250瓦級的桌面充電給手機充電本來就不是瓶頸啊，我們只跑曲線不看溫度，後面有壓力測試。我們先用這個手機來採集華為的66瓦的充電協議啊，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只有 3%。這部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啊，插上電1分半鐘，爬升功率到52瓦，一共持續了8分鐘時間；42瓦的功率持續了5分鐘時間；36瓦的功率持續了8分鐘時間。後面是33瓦功率，充了1-2分鐘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就是華為私有協議66瓦的一個標準充電曲線啊。這個手機從3%的電充到100的電，只花了40分鐘時間，充電速度也是很快的。我們用這個紅米的 K80 至尊版來採集米家的100瓦充電曲線啊。目前這個手機的電量是 5%，我們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手機充電已完成啊，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。插上電最高的峰值功率漲到82瓦。後面逐漸的下降功率，在66瓦左右持續了4分鐘，然後又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然後後面這一長段平均功率大概是在38瓦左右，一直在充電，充到38分鐘，然後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。這個手機從 6% 充到 100%，一共花了50分鐘。大家要記住啊，這個是7300毫安的電池，這個充電速度也算是可以的。
關於公版的 PBS 融合快充和 PD 充電，我們就選擇3台設備來。首先是用這個 iQOO Z10X 來測試 C3 口的融合快充。目前這部手機的電量還有 3%， 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藍廠手機充電已完成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第一階段是25瓦，持續了15分鐘；第二階段是23瓦左右，持續了28分鐘；第三階段是19瓦功率，大概持續了15分鐘時間，後面就降到10瓦的功率，充了半個小時，在 95% 電量的時候就轉為5伏的涓流充電了。這手機充滿電一共耗時1個小時40分鐘，這個電池是6500毫安的，20多瓦的功率應該是正常的啊。這部手機為榮耀200，我們用它來採集 PBS 100瓦公版的充電數據。這個手機是剛剛充開機啊，我們開啟極速模式採集數據。這部榮耀200已經充滿電了啊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這個充電最高的峰值功率是85瓦，降到68瓦的功率充了2分半鐘時間，後面降到53瓦的功率充了1分鐘，然後調整功率。42瓦的功率充了2分多鐘时间，然後後面就是平均功率在35瓦，一直在充電，充到27分鐘的時候逐漸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滿電了。完整的充電時間是37分鐘，這個充電速度也是很快的。PD 充電我們還是老規矩啊，用這個蘋果16 Plus， 用我設定的 Type-C 3口45瓦的充電口。目前這個手機是沒有電的狀態，我們直接充電採集數據。這部手機已經充到87個電了，我們來看充電曲線圖。曲線圖走得很標準了啊，4個階段。第一階段28瓦左右的功率，10分鐘時間；第二階段21瓦左右功率，也是10分鐘時間；15瓦功率的第三階段7分鐘；第四階段9瓦功率，持續了8分鐘時間。這個手機從0到80充電耗時55分鐘，充電時間也算是標準的啊。兄弟們，接下來進入250瓦烤雞壓力測試。當然，這個充電站的模式把它調成 AI 模式，讓它自己動態分配功率。我們現在就是上負載開啟烤雞測試啊。我們先來看140瓦加100瓦它的表現情況啊。這個烤雞我做了2次，第一次烤雞 C1 口的真實功率是136瓦 ，C2 口的真實功率是97瓦，兩個充電口輸出52分鐘它就關斷了。我看了一下這個殼體的溫度啊，並不高，在61攝氏度左右。我們再來看第二次烤雞的曲線圖，同樣的功率，同樣的時間，都是在52分鐘左右就直接關斷了輸出，而且這個殼體的溫度也是差不多的61.2度。熱像儀採集到殼體表面溫度是63攝氏度，充電口附近溫度為71.8攝氏度。我記得老款的250瓦充電站，240瓦的功率只能輸出半個小時，這個有提升啊。現在是這個充電站200瓦總功率輸出的狀態，大家看一下充電曲線圖。兩個充電口都是97瓦的真實功率在持續輸出啊，在1小時05分鐘它們同時關斷的。這個時候殼體表面的溫度的話就已經到62攝氏度左右，同時用熱像儀測試到殼體表面溫度為61攝氏度，充電口附近溫度還是71攝氏度。這兩個功率段的測試就可以看到，它內部的功率閾值應該是設定在70攝氏度左右就會關斷的。現在是165瓦的持續功率輸出啊，大家看一下 C1 口功率已經關斷了。大家看充電曲線圖，兩個充電口輸出1小時38分鐘左右，關斷 C1 口 ，C2 口的65瓦還在持續的輸出。這個時候採集線採到殼體的溫度還是62攝氏度左右，用熱像儀採集到殼體和充電口的溫度跟前2次還是差不多的。關於這個充電站的多口功率分配這一段，我們還是在 APP 裡面設置成 AI 模式，不手動限功率，讓充電站自己做智能調度。我們只看它在多設備並發下怎麼分配功率的。首先場景1 ，4台 PD 3.1 140瓦級的設備同時拉載，看它怎麼分配。Type-C 1口先啟動140瓦功率，這個時候接上 Type-C 2口，沒有斷功率啊，還是140瓦紋絲不動。Type-C 2口走到94瓦的功率，我們再接上 Type-C 3口 ，Type-C 1口紋絲不動 ，Type-C 2口調整到 PD 3.0 的50多瓦的功率，然後這邊也是走的50多瓦。總功率的話在240瓦左右。這個時候我們再接上 Type-C 4口，這個時候 Type-C 1口閃斷了一下，變成了 PD 3.0 的20伏檔位。另外2個充電口都調整了功率。4個充電口同時使用的時候，功率就是100瓦加100瓦加40多瓦，總功率嚴格限定在250瓦以內。4個充電口同時使用的時候，我們依次拔一下，拔掉 Type-C 1口，3個充電口都沒有斷連啊。Type-C 2口順利的接到100瓦功率。我們再拔掉 Type-C 2口 ，Type-C 3口功率順利的漲到100瓦，都是沒有斷連的啊。
現在是場景2，手機加大功率設備混着用，看這個手機快充會不會被犧牲。還是先啟動140瓦功率，這個時候接上一台手機，啟動它的私有協議，100瓦 Max 啟動了，這邊是紋絲不動的。然後再接上第2部充電寶，手機端調整了一下功率，變成了55瓦 Max。C1 口還是紋絲不動啊 ，C3 口這邊也走到50多瓦。這個時候我們接上第2台手機，這邊走成了米 Travel 快充，這邊同樣的是米 Travel 快充，都是小米的私有協議。Type-C 一口端点变成了20伏5i100瓦 ，C2 口是紋絲不動的。這個時候我們在 A 口接上一部耳機，我們看一下這個功率會不會變啊 ？Type-C 一口調整了一下功率，其他的充電口還是沒有動啊。這就是這個安克桌面充電站多口功率分配的情況。接下來就是這個充電站專業數據的測試，看它的能量轉換效率怎麼樣。110伏和220伏各測一輪，看看不同輸入電壓下它的底盤穩不穩。首先是110伏工況下它的待机功耗的情況啊，經過10幾分鐘測試，充電站屏幕亮起的時候待机功耗為 1.7 瓦，屏幕熄滅以後待机功耗變為 1.2 瓦。15瓦功率110伏輸出 20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5.3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76%。27瓦功率110伏輸出 31.9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6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3%。45瓦功率110伏輸出 52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6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6%。60瓦功率110伏輸出 68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59.6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7%。100瓦功率110伏輸出 111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98.7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140瓦功率110伏輸出 154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38.9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0%。165瓦功率的時候110伏輸出 181.9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63.1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也是 90%。現在是最高功率啊，240瓦功率的時候110伏輸出 267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37.1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現在是220伏50赫茲的狀態啊，同樣是10多分鐘的測試。這個充電站亮屏的時候待機功耗也是 1.7 瓦，熄屏以後待機功耗變成 1.3 瓦。15瓦功率220伏輸出 19.6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5.2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78%。27瓦功率110伏輸出 31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6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5%。45瓦功率220伏輸出 52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44.5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6%。60瓦功率220伏輸出 68.1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59.6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8%。100瓦功率的時候220伏輸出 110.7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98.8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89%。140瓦功率的時候220伏輸出 152.96， 也就是153瓦，這邊直流輸出是 138.9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 91%。165瓦功率啊，220伏輸出 180.3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163.1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是 90%。現在是240瓦功率，220伏輸出 260.5 瓦，這邊直流輸出 237.2 瓦，折算轉換效率也是 91%。接下來就是各位老鐵們最關注的啊，交流紋波的測試。先說明一下，我們這裡沒有110伏4電環境，所以110伏的紋波我們就不測了。我的目的就是盡量貼近大家真實的桌面使用場景。首先是 Type-C 一口的紋波，15瓦功率紋波最高的時候 82.9 毫伏，平均紋波56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紋波最高的時候是 93.2 毫伏，平均紋波70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紋波最高的時候是 107.4 毫伏，平均紋波79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纹波最高的時候 88.6 毫伏，平均纹波75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纹波最高的时候 92.4 毫伏，平均纹波77毫伏左右。140瓦功率纹波最高的时候是 123.4 毫伏，平均纹波88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Type-C 2口纹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纹波最高 42.1 毫伏，平均纹波37毫伏左右。27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54.2 毫伏，平均纹波47毫伏左右。45瓦纹波最高的时候65毫伏，平均纹波57毫伏左右。6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是 63.2 毫伏，平均纹波53毫伏左右。100瓦纹波最高的时候 61.6 毫伏，平均纹波53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 C3 口纹波，15瓦功率的时候纹波最高
94.5毫伏，平均温波36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温波最高104.2毫伏，平均温波48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99.7毫伏，平均温波57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的时候，温波最高102.8毫伏，平均温波67毫伏左右。100瓦温波最高的时候92.1毫伏，平均温波66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測試 Type-C 4口温波。15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46.6毫伏，平均温波41毫伏左右。27瓦温波最高的时候57.9毫伏，平均温波53毫伏左右。45瓦功率，温波最高71.6毫伏，平均温波63毫伏左右。60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64.9毫伏，平均温波56毫伏左右。100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是65.6毫伏，平均温波57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測試 A1 口温波。15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是24.7毫伏，平均温波21毫伏左右。18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27.1毫伏，平均温波22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18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29.4毫伏，平均温波25毫伏左右。现在我们測試 A2 口温波。15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24.4毫伏，平均温波21毫伏左右。18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27.2毫伏，平均温波23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18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27.9毫伏，平均温波25毫伏左右。兄弟们，这台新款安克 Primer 桌面冲 Pro 加是一台把协议兼容、功率調度、持續輸出都做成熟了的產品。先說這一次最大的升級點，它的協議兼容性。這次把小米的120瓦、華為榮耀的66瓦持有協議都加了進來，同時繼續兼容 PPS、UFCS、PD 等主流公版協議。放在目前正規品牌的大功率桌面衝領域裡，這一代的全面兼容性確實已經非常有競爭力啊。再看實際充電表現，華為66瓦和小米的100瓦快充都跑出了比較扎實的平台能力。公版協議裡 PPS 曲線跑得比較標準，蘋果 PD 依舊是熟悉的完整4階段曲線，整體表現穩定成熟，說明這套協議調度不只是做表面功夫，而是真正的落到了實際輸出效果上。至於融合快充，咱們就不評論了啊，這個協議可有可無。大功率持續輸出這一塊，同樣是這次非常有說服力的升級。老款當年240瓦總功率大概能穩定輸出30分鐘，而這次新款已經可以持續52分鐘，說明它這次在熱管理、功率策略和整機平台穩定上確實做了更深的優化。多口功率分配上面，得益於250瓦的總功率預算，加上成熟的調度策略 ，PD 3.1 和 PD 3.0混用，多設備同時接入，只要總功率不超過系統預算，基本都能做到不斷連，這一點延續非常不錯。還有就是它的轉換效率、溫波控制這兩項專業指標，延續了安克一貫扎實的底子。新款在兩種交流輸入工況下，平均效率相較老款都有所提升，峰值效率也摸到了90以上。溫波方面，6個充電口全部控制在130毫伏以內，其中表現最好的是 C4 口和2個 A 口壓到了70毫伏以內，表現是穩定的。這台安克 Primer 桌面衝 Pro 加針對的是筆記本、平板、手機、耳機、手錶同時擁有的多設備檔，它可以覆蓋不同的品牌、不同協議、不同功率的快充需求，是一台整體完成度很高而且很有代表性的250瓦旗艦級桌面充電站。它最大的價值不只是250瓦，不只是6個充電口，而是它已經把多協議、多設備、多場景共存這件事做得越來越成熟。對於追求桌面整潔、供電穩定和長期使用體驗的用戶來說，這台產品確實值得重點關注。測試為了解，猜試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李火車猜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